今天和大家谈谈我做这些视频的原因和打算，以及将来要做的主要内容。大家第一次听到我讲解的声音，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这个人的说话听起来完全没什么意思吗？怎么这样的人都来做视频了？难道现在做视频的门槛这么低了吗？首先我承认你的感觉很对，确实平淡无奇没意思。我没有过教师讲课的经历，做视频也是新手上路，所以综合下来就是目前的这种粗糙作品的表现。但对于学习周易，我并不是新手上路，一路走来也有将近20年了。我现在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学习方向。我发现和总结了过去20年间自己可能缺失或理解不深的方面。我将把这些内容制作成短视频分享出来，一是希望同学周易的你不必再走我走过的弯路，踩我踩过的坑；二是督促我更深刻地理解这些东西。我把视频作为一种检验我是否学习过关的考核标准，因为在视频的10分钟之外，我所看所思所想远不止10分钟。视频只是展现了我能说的部分，而其背后那些不能说不可说的，我已经了然于心。所以哪怕我的视频只有一个人看了一眼1秒钟，就说明我已经通过了自己的考核。说到这里，如果你也是学了好多年周易的话，你就会明白我的水平大概在什么层次了。我把目前的这种状态称为瓶颈期。当我通过这种方式走出瓶颈之后，很大可能我将停止视频的方式，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更高层次的学习之中。如果可以许一个愿望的话，我希望自己走出瓶颈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你打算关注我，我现在向你汇报一下未来视频内容的方向和框架。首先，如果你是一位对周易并不了解的新手小白，我要向你解释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那就是我说我是学习周易的，而不说我是学习易经的。我要向你解释，至少在我的视频，在我的话语体系内，周易和易经有什么不同。先说什么是易经。易经是古代巫师用于巫术占筮的书，这是它的起源和本质。为什么周易不能代表易经呢？因为周易只是易经的1/3，在周易之前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那么连山易和归藏易是什么内容，长什么样子呢？可以说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是失传而没有人知道了。归藏易在历史上有零星的片段，比如记忆本，甚至从上世纪90年代战国古墓里出土的简竹帛书文字内容看，比如王家台本，也仍然无法还原归藏的本貌和内容。从已知的资料看，只能大概感觉归藏易的卦爻辞有浓重的神话色彩。那至于连山易是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说在今天之前的3000年里是没人知道的。那今天的周易就是周朝那时的易经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在1993年帛书周易出土之前，人们或许可以自欺地认为是，但是帛书周易的面世让人们更倾向于不确定了。这就是我不敢说，不能说我学的是易经的现实原因。那么你会说，周易至少也是3易之一，不能约等于易经吗？能不能等于，这要看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学它的。如果你有能力通过文字训诂或者是考古研究的方式来破解经文内容，那就可以等于。你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你是研究易经的，否则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你还要借助易传、易注以及历史上的易家学说来学习研究它，那么你已经脱离了经文本身，尤其是你试图说你学到了易经的哲理的时候。上世纪自5·4运动之后，在易古学风的推动下，曾经出现了一批学者就纯粹的只研究易经经文本身。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高亨、李敬池等。
怎么样呢？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著作，自由分晓。我们可以基本肯定，自孔子以降到今天乃至未来的数千年，没有人可以只读周易经文本身就可以懂它，除非出现了第二个孔子。所以我说我学的是周易，这里面就包含了3个方面的东西，一是易经，二是易传，三是易学。然后最令人尴尬的问题来了，那就是民间社会上流传的算命迷信的那些套路，是算周易呢，还是算易经呢？这个问题从2000年前司马迁写《史记》，把他们归入日浙列传开始，历代正统的周易学术体系都不承认他们，把他们归入了术数门类之中。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他们打着周易的旗号，但是周易不承认它，内容也没有它。那他们算不算易经呢？官方的回答肯定也是不算的，但我个人的看法是，易经它的起源是巫术，必然与术密不可分。但历史上流传的周易经传和学说大多是有文无术，或者说是有书无诗，就像人有2条腿走路一样，2000年来主流的易家都是单腿跳过来的。太卜之以法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民间那些迷信的方术呢？显然也不可能是，这就是历史留下的永恒之谜。也许哪一天再从土里挖出来些什么，或许才能看见一丝破解的曙光吧。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就有立马去刨土挖坑的冲动呢？是不是幻想你得到一本绝世秘书可以前推500年，后测500年呢？以及现在网络上泛滥成灾的学习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的各种术数的人们，你们是不是也幻想自己真的可以窥测天机、预测未来呢？这也是我非常诚恳地劝告那些想学周易但还没有接触术数的新手小白们要说的话，请不要学术数。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将用一个视频专辑来回答。这个专辑就以中国的谶纬迷信和神学巫蛊术数为内容，向你详细揭秘术数者流是如何自欺又欺人的。因为这个专辑里必然有大量敏感及触及监管红线的词汇，我不确定他的命运能活几天。我知道我的这些视频不可能断了某些人的财路，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未来是 AI 智能高度发达的社会。当前你们学习的一切术数，在 AI 的眼里都可谓幼稚。AI 甚至可以在你们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更完美的升级方案。只有你不敢想，没有 AI 不敢做。而你的学习速度怎么撵得上 AI 呢？退一步来说，即便是在古代对术数追捧的时候，术数也最多当作学习研究周易的辅助手段，是墨，是用。说到底，周易的道理是圆，而术数是方。用方去解圆，就只能把圆切割成碎片。当一座宫殿碎为一块块砖石，你还能骗自己说你手上拿的这块砖就是一座宫殿吗？关于要不要学术数的视频内容，我现在已经开始做了。首先就是破解经房死局这个专辑。经房作为阴阳在易术的一代宗师，可以说他是术数界的天花板。他的术数水平尚且不能救他于悲剧，你的水平自比经房如何呢？在经房这个专辑之后，我还要做另外一个，也是在术数方面比经房水平更高，而且没有悲剧，还荣耀终身，死后以平民身份被皇帝赐予谥号的唯一人，并配享孔子文庙。你可能已经猜出他的名字了，我也将以专辑的方式讲述他的医学内容和故事，以及他能带给我们学医的人什么样的启示。他的名字叫邵雍。因此总结一下，我的视频内容在当前或者接下来的1-2年内，主要就是经房专辑、神术迷信专辑以及邵雍专辑这3个专辑。当这3个专辑完成之后，我才带你真正的学习周易经传内容。我会开始从头把周易的经文，也就是别卦64卦的卦爻辞，一字一句的过一遍，
这大概又是3-5年的时间了。5年之后，我希望我早已走出瓶颈，到达了能够玩杂卦的境界。是的，到了这个境界之后，我才敢说自己是研究周易，才可能有资格被人仰视吧。这样的医学旅程，你感兴趣吗？我期待能和你一路同行。